這家伙掉到下水道裡面去了。要不是听到它一直在裡面叫，這誰能发现呢？昨天我们不是说有一只学飞的小燕子站在这个位置吗？然後今天早上我來餵鴿子的時候，發現它掉在這個位置，我還掰嘴給它餵了幾條麵包蟲。結果下午的時候就聽到在下水道裡面叫，先把它給救出來。呀，哎呀，這個還不好弄開啊，好像卡死了。哎呀，終於弄開了。哎，這玩意兒咋不見了呢？哦，又跑到裡面去了。這家伙該不是要我把下水道全拆了吧？你們看一下這卡多死。這一下它終於不跑了，先把它給帶上來。還好溝裡面沒有水。哎，它還想下去嘞。好，你可以走了，走吧，兄弟。你咋不飛嘞，兄弟？這家伙可能餓得沒力氣了，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掉下去的。我先看一下溝裡面還有沒有啊？哎，那前面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一個黑的石頭，我還以為又是一隻小燕子嘞。還是給它放到這個位置，可能是因為今天太陽有點大，曬得它招架不住了，又飛不起來，就鑽到下水道裡面去了。我看它站在這裡也不知道飛，我就用手拋了一下，看它會不會飛，結果直接掉到地上去了，還好沒摔壞，也沒受傷啊。它飛不起來，放在這裡肯定不行，等一會兒它還會往下水道裡面鑽。下一次有沒有這麼好的運氣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先把它帶回來，我給它搞點吃的，讓它恢復一下體力再說。尾巴和翅膀都這麼長了，理論上來講可以飛那麼一丟丟了。又是新的一天，昨天我收留的這個家伙小半天，給它餵了不少蟲子，不過都是掰嘴餵的。今天我又帶它出來找它父母來了，我不敢丟啊，怕它摔死了。然後它站在我手上一直扇翅膀，也不飛。哎呀，太陽太大了，我都着急呀。兄弟，你趕緊走啊！整的昨天晚上我一直在路燈下面找蟲子，然後各種飛蟲都給它抓了。天上有其他的燕子在飛，它一直在看。行，讓它學習幾分鐘，等一會兒它就會飛走。受不了了，我要把它丟出去。走！哎，這不廢了嗎？還是不會飛呀？今天38度，這地面肯定燙腳，它大概率要找地方躲起來了。哎，先給它帶回來，餵點蟲子。今天早上我發現它居然會張嘴要吃的了，昨天是完全掰嘴餵的，可能是餓的也差不多了，然後飛不起來，外面溫度又高，先收留它一下吧。看它翅膀的這個長短，應該可以飛行了，但是它1米都飛不了。我覺得我們應該從2個方面分析。第一，他想找一個免費白嫖的人，天天伺候他吃喝，這個只是我們想的啊，只有童話故事裡面才有。可能真實的情況是，他有那麼一點點受傷，或者是他根本沒有到學飛的年齡，從窩裡面掉下來了。但是看他這個大小，再有個3-5天，他一定可以飛的。所以說過幾天再看吧。沒辦法，也沒看到有母燕子過來找他，真是的，又給我找事兒啊。你們能夠聽出這是什麼鳥的叫聲嗎？一隻紅嘴藍鵲的幼鳥，叫聲特別明亮，在這個草叢裡面。我剛才在這個山上面就聽到竹林裡面有好幾隻紅嘴藍鵲的幼鳥在叫，然後下來之後發現草叢裡面也有叫聲，肯定是學飛的紅嘴藍鵲，然後掉下來了。找一下，就在這個位置。剛才叫聲就是從這裡面發出來的。哎，在這裡看到了，的確是學飛的。哎，挺怕人的。我們給它撿起來，放到樹上去，不然在這個位置，不是被蛇給吃掉了，就是被貓給吃掉了。在這裡，它膽子好小哦。一般這種在戶外，我們聽到它一直在叫，基本上就是一種情況，他們的父母長期沒有餵它們，特別餓，不然的話他們都是很安靜的。
它好怕我啊，抓也抓不到它。现在看得清楚了吧？這上面是一片竹林，每年都有紅嘴藍雀在這裡築巢，所以說掉到這個位置也屬於很正常的現象。哎呦，沒抓到嘞，它還直接飛走了，這也太怕人了吧，野性十足啊！要不是擔心它被貓給吃掉，我真的不想管它。我從玉米地一路追它，稍微靠近一下它就跑了，飛又飛不起來，又跑到別人家菜地來了，看起來就不太聰明的樣子。我已經聽到他們父母的叫聲了。這一次我們稍微慢一點，看我一下把它給抓住，然後放到樹上去。中！哎呀，終於把它給抓到了。這倔強的小脾氣可急死我了。看它這個長相，明顯就是不太聰明的樣子，像個青蛙一樣。你說你飛不起來，還喜歡到處亂跑，怎麼不躲起來嘞？看，這就是他們的父母，剛才一直在旁邊着急的大叫嘞。哎，把它放到這一片竹林裡面去，這樣就安全很多。每一窩小鳥裡面總有那麼1到2隻比較笨，所以說它們基本上成活率很低。我們適当的輔助它們一下，下次別讓我遇到你了啊！走你，還是可以飛的哦。看，站在樹枝上，只要它們站到樹枝上，那基本上就算是比較安全的。然後母鳥再餵它們2天，它們的飞行能力就会越来越強，基本上就安全了。這一片竹林每年都會有紅嘴藍雀築巢，聽一下，他們的父母已經在召喚他們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們只能幫到這裡了，祝他們好運。趕緊把水倒掉了，看一下，還好還沒死。我真的是打死都想不到，有一天這個家伙會鑽到這個瓶子裡面去。被我發現之後，趕緊把水給全部倒掉了。剛才我試圖把它給倒出来，出不來呀，然後又拽他的腿，他拼命的掙扎，我怕把他腿給扯斷了，所以說我準備把瓶子給锯開。這下好了吧？浪費我一個儲存水的瓶子，不過這個家伙還活着，也是萬幸。求生欲特別強，爪子的抓力還行，應該是沒啥事兒。這要換成其他的鳥，可能早就淹死了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它鑽到瓶子裡面是去幹啥去了。還好我要拿桶給鴿子換水，結果就發現這個家伙在裡面。一開始我還想着肯定救不活了，趕緊把水給倒了，沒想到它還是活的。找個籠子先把它關起来，然後讓它羽毛晾乾。现在溫度特別高，不需要用吹風機給它吹。就這裡吧，可能半個小時羽毛就乾了。等一會兒我們再過來看一下，看起來問題不大。我之前不是給大家說我們這邊長期停水嗎？所以我買了很多桶裝水。這個桶用完之後，等有水的時候會儲存很多水，餵鳥啊、餵雞啊、餵鴨子啊都可以。結果就出了這事兒。要說別的鳥往裡面鑽，我還想得通。這玩意兒鑽進去幹嘛呀？而且我發現桶裡面還有一塊肉，我懷疑是不是他想把肉藏到桶裡面去，然後掉下去了。現在外面的溫度很高，在外面吹了半個小時的風，羽毛基本上已經乾了，不過狀態還是有一點點差。來試一下你現在的這種狀態，敢不敢動鴿子？其實平時它也不敢啊，血脈還沒有覺醒。不然的話，早都把它放到山上去了。這一只鴿子就不能看到我，看到我之後不停地轉圈圈。來呀，攻擊伯勞啊！它不敢，有血脈壓制。給它整了一個麵包蟲，它直接飛到樹上去了。看起來是沒啥事兒啊，狀態沒有正常的時候好，不過相信過幾個小時就会恢復。已經沒啥事兒了，救回來了。我又撿到小鳥了，身上濕漉漉的，一只剛學飛的黃藤鳥。昨天也是下了半天的暴雨啊，積水挺多的。我剛剛吃完飯，騎着我的小電驢，說帶布丁出去溜達一圈，結果就在這邊發現這個家伙在水坑裡面。還好水不是特別深，不然的話他已經淹死了。
正常情況下，這種學飛鳥，如果不是因為它的翅膀打濕了，基本上是抓不到的。我已經聽到了它父母的呼喚，就在前面那一片菜地裡面。哎，這裡剛剛我看到還有一隻，不僅聞了一下它，一下就鑽到這一塊紅薯地去了。看來這是一窩啊，都在這裡。我已經看到它的父母了，好着急呀，在那裡叫的。這家伙也是真奇怪，孩子掉到水溝裡面，不管不問，被我救起來了。他現在着急了。本來我準備把這個家伙直接放了的，但是這身上濕漉漉的，離家又近，我決定帶回去用吹風機給它羽毛吹乾了再帶出來放，這樣它的生存幾率更大一些。正準備回家的時候，你們看我在這裡又發現了一個啥？菜地裡面撿了一顆蛋，也不知道是雞蛋還是鴨蛋，已經爆漿了，就原地放生吧。給這家伙帶回來，我剛回家拿個吹風機的功夫，它就跑了，飛又飛不起来。用吹風機把它身上的羽毛吹乾，這樣它生存下来的概率就會大很多。最近經常下暴雨，加上鳥都在繁殖最後一窩，所以幼鳥還是挺多的。沒有被我們遇到一個算了，適者生存嘛。要是遇到了，偶爾給它輔助一下，它就可以活下去。主要要把它肚子上的羽毛給吹乾。這種幼鳥肚子上经常都是光秃秃的，受涼之後死亡率是很高的。現在全身的羽毛已經被我給吹乾了，是不是立馬就不一樣了？看起來呆萌呆萌的。而且我用吹風機給它吹羽毛的時候，它好像特別享受，一動不動。現在帶去放生。戶外碰到這種幼鳥，什麼地方撿到的，就在附近找合適的位置放生。這一塊離馬路稍微遠一點，而且遮擋物比較多，就在這兒給它放了。哎，我發現這幫家伙特別喜歡這一塊紅薯地呀。這只也鑽到紅薯地去了，飛行能力還挺強的。而且他的父母又過來了，已經發現他了。我們趕緊走，這貨有點過分了。走的時候，還在我手上拉一坨大便，擦乾淨，帶狗子去玩。這一條沒人要的流浪狗也追過來了，怎麼就沒人把它撿回去養着嘞？天天跟着我們家布丁，带布丁在這個路口吹吹風，挺涼快的。不過我總感覺要下暴雨了，那一條小狗子已經跑了，出來還不到10多分鐘，下大了，溜了，回家去。希望那個小家伙能挺過這一場暴雨，祝福他吧。早上又整了40斤鴿糧回来了，現在鴿子越來越多，真的是特能造，每個月打底都是40斤。關鍵是送別人的幾隻鴿子全部都飛回來了，感覺以後送鴿子不能送得太近了，沒啥用，一下就飛回来了。有一只送出去的鴿子飛回來之後，被我家另外一只鴿子給欺負慘了，好幾次都掉到池塘裡面，被我救起来了，又掉下去了。這一只太瘦了，所以老是被欺負。等一會兒把它關起來養一段時間，好難搞啊！送得近了它們飛回來，遠一點又運輸不了。最近的私信60%都是問我要鴿子的，好多地址都發過来了。這東西運輸不了，活物不能快遞，不然的話可能有100萬只都是不夠送哦。其實我比較在意的是這2只天天咬我的公鴿子，這一只嘴巴比較短，咬人特別舒服，我每天都要讓它咬2口。這一只也特別喜歡咬我，它嘴巴比較長，咬人相對來说痛一點，不過也還好吧。對的，這一只母鴿子我也挺喜歡的，不過它不會主動攻擊我，都是我惹它之後它才會咬我，也特別有意思。這個家伙，你說你們幾個怎麼都喜歡攻擊我嘞？你們就不能互相咬一下嗎？來，放到一起，轉移矛盾，互相攻擊，不好使啊。他們看清楚是同類之後就不打了，然後還是喜歡打我。鴿子從上面咬我的手，腳下有鴨子咬我的腿。這幾天我发現這幾隻鴨子又開始喜歡咬人了，別說鴨子咬人是真痛啊。所以說呢，作為比較喜歡拱火的我，必須要給他們制造一點矛盾，讓他們互相攻擊，總要心裡找一點平衡，是不是？哎，幹得好，幹得好，鴿子你是好樣的，真沒用。
這麼大的塊頭居然打不過一只鴿子，落荒而逃啊！其實我主要是想看這玩意兒被揍，這家伙太彪悍了。家裡目前養的動物好像還沒有能打得過他的。這家伙偶爾能偷襲他一下，但是多數都是輸的。來，獎勵你咬我一口。好，差不多了。這家伙好像又下蛋了，現在已經发展到半個月繁殖一窩了，這速度真的是恐怖如斯啊！我逗鴿子的時候，總感覺有水落在我頭上，抬頭一看，一只土话梅在這裡洗澡嘞。這上面有水嗎？還真有，這是以前餵魔術鴿的。這個水是真髒啊，這樣都能洗澡。本來還想給它挠個癢癢的，這家伙警惕性好高啊，一下就跑了。一般的鳥在洗完澡之後，羽毛打濕了，飞行能力会下降，所以它们的警惕性会变得特別高，這是它們的天性。現在羽毛乾了就下來了，看它的樣子好像不想讓我給它挠癢癢嘞。算了算了，你自己玩吧，再見。你們就說這熱不熱鬧吧？前面是雞哥的叫聲，後面是鴨子，這又來了一個大公雞。我感覺我被前後包抄了，沒事兒，一個個的解決。你說你一天沒事，你吼幾嗓子幹啥嘞？吵不吵啊？這是接力賽呀，又來了，就罰你在這裡面壁思過5分鐘。時間到了，我會過來扶你起來，不要對我招手，有本事你就自己起來，那是你的實力。我還要去解決另外一個嘞。哎呦，你還主動來找我來了是吧？要不是我擔心他踢我，我早都把他給制服了。主要他現在是傷員呢，前幾天在田裡面玩了一天，回來之後眼睛腫了，感覺像是被什麼給咬了，不過問題不大，並沒有影響他這噪音般的嗓音，發揮依舊是這麼穩定。這個家伙我跟你們講很特殊，這個種群估計就他的智商不夠，我放生了那麼多鳥，就他不好放生。反正不是今天這裡出點問題，就是明天那裡出點問題，不是在受傷，就是在受傷的路上。好了，你也安靜了，是時候該把那只鴨子給放了，它還在這裡招手嘞。你自己就不能有點出息，自己爬起來嗎？來，我給你個支點，起來。這個支點好像只能讓它轉圈圈。懲罰時間到，起來吧。終於有點出息了，起來了。和鴨群匯合了，就中間那一只。你們猜他在說什麼？一直在說話，就是聽不懂。我猜肯定不是誇我，大概率是在罵我，反正聽不懂，無所謂。對的，剛才另外一只扯着大嗓門叫的就是這個家伙。一段時間不理你，你這小子叫聲越來越大了啊！關鍵是還懲罰不了他，躺在地上一下就起來了，你說氣不氣人？一點辦法都沒有。不像雞哥，我聽到他叫聲太吵了，我還能來一個手動閉麥。這不閉上了嗎？不對呀，這小子今天也閉不上了，要我扣電池是吧？一點面子都不給我。也還可以了，起碼降低了分貝，沒有那麼大的噪音。總體來說肯定比鴨子強一點點，起碼嘴巴沒有鴨子那麼硬，不然的話它嘴巴怎麼會斷呢？是不是？你小子站在後面幹啥呀？打又打不過，又喜歡湊熱鬧，趕緊走啊，等一會兒他又要打你。雞哥這一會兒情緒很激動呢，指不定馬上就要發脾氣了，誰知道下一個倒霉的是誰呀？上樹了，等一會兒我還要給這個家伙眼睛上擦點藥，天天都在受傷。要不是他運氣好，或者說我對他照顧有加，可能他的墳頭草已經3丈高了。今天溫度有點高啊，看他熱的，但是這個位置又安全又涼快。等他午休一會兒，晚點給他擦點藥。鴨子都下水了。奇怪哦，最近鴨子也不追人了，
也是好事，免得我招架不住。买2盒盒。我就过来给爷爷送点药。这狗子听到了，叫的撕心裂肺呀！走，过去看看。哎，才几天不见，这個家伙住這裡來了嗎？這裡之前還拴了一個狗子啊，那狗子去哪裡了？你這是取代了它的位置啊，但是那狗子在哪裡呢？這裡是雞，也沒有啊。等一會兒問一下，既然來了，就把這狗子放出來玩一下。上次有個兄弟說這狗子一直盯着我看，肯定我有一隻手拿的火腿腸。你們看一下，我的手是空的，什麼都沒拿，但是他一直盯着我。哎，去那個位置是什麼意思啊？這個操作我完全看不懂。我手上真的什麼食物都沒有，他就是喜歡盯着我。哦，那個地方有貓嘞。我發現這裡的貓是真多啊，每次過來都能發現好幾隻，而且這個房頂上還藏了一隻，和鳥哥的那一隻還有幾分相似，但是明顯不是同一隻。上次我帶了一點狗糧放在這裡，還在這兒嘞，給這狗子弄一點讓它吃一下。它吃飯的家伙也不知道去哪兒了，就放這個位置讓它吃。很明顯它又長大了不少，但是感覺它好瘦啊，腿這麼細，也不知道這種狗子長大之後到底是什麼樣子。在這個位置也丟幾顆狗糧，這上面藏了幾隻貓，它們膽子還是挺大的，狗糧剛丟它們就過來了。這家伙狗糧都沒吃完呢，一直跟着我。最近家裡都沒有火腿腸了，下一次買了之後再給你帶一點。我剛才帶這隻小狗子出去轉了一圈，不知不覺又拐了一隻大狗回來了。爺爺膽子還是挺大的，還敢摸它。這種不熟悉的狗子，特別是大狗，我不敢摸，我真怕它突然給我來一口。剛剛它對我還挺熱情的，然後它轉了一圈，自己又跑掉了。然後我還說我開車去別的地方轉轉，這狗子真是離譜啊，直接往我車上跳，推都推不下去。上一次它只是試探往我車上爬，這一次直接不客氣。我覺得這個狗子就差把要跟着我混這幾個字寫在臉上了，越來越過分。然後我開車走到半路，我發現它居然悄悄的在後面跟着我，沒辦法，必須要把它帶回去拴起來。把它給送回來了，給爺爺說了，讓他等一會兒一定要把它給拴起來。主要這大馬路上車太多了，很危險。溜了，不然這家伙等一會兒又要追我。今天又是一個高溫天氣啊，這狗子還活着在沒？嘿，我還以為你領盒飯呢。檢查一下狗窩有沒有被霸占，好像霸占了，但是並不多，影響不大。這天氣還是睡水泥地面比較涼快，雖然說它睡覺的地方比較多，但是這是它的狗窩啊。鴿子又進來了，走了，跟我走。還咬我是吧？你們看這貨咬我痛不痛？我感覺它想把我這一塊肉給扯下來。我這麼厚的皮，你扯得掉嗎？這隻鴿子繼承了我養鴿子的優良傳統，愛咬人，愛轉圈圈，我很喜歡。怎麼又去狗窩了？要不你陪鴨子下水游個泳，如果淹死的，我會把你撈上來。還不下去嘞？今天又是一個高溫天氣，我要看一下最不靠譜的小動物都去哪裡了，特別是大公雞。大公雞我找了一圈都沒找到，肯定又去鄰居家了。昨天我有個兄弟開玩笑說要給大公雞煲湯嘞，我現在打電話跟他說大公雞失蹤了，嚇唬嚇唬他。您好，您的電話因欠費暫時無法播出。話費咋用得這麼快呀？又欠費了，回家連個無線網充一下。到賬了。現在充話費真的是方便快捷，比線下還要便宜不少嘞。我是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充的，順便教一下你們怎麼充。點商城進充值中心，或點評論區領取最高4元的話費券，去評論區看看吧。家裡找不到，那就出來看看。我家大公雞串門特別規律，所以說直接來鄰居家的雞籠，一下就找到它了。它正在和鄰居家的母雞聊天呢，說都是雞語，我一句都聽不懂。鄰居家之前養了一大群母雞，不知道什麼原因全都掛了，就剩這一只了。只要大公雞一放，它就過來了。
如果有一天我家大公鸡也掛了，那就是它的命，因為只要放出來，它就追過來了，趕都趕不走。而且我發現這幾天站在我手上都不對着我打鳴了，只能關起來嘍。來，吼一嗓子，明天說不定我心情好，放你出去找母雞。快點！終於聽到這熟悉的叫聲了。好了，今天就不放它了啊，太熱了。這兩隻比較親人的喜鵲也回來躲太陽了，剛還在我手上搶吃的呢。這一群喜鵲就他們兩個挺粘人的，剩下的全是白眼狼。其實這個家伙是挺親人的，我現在2、3天都不理它，一拿食物它馬上就追過來了。所以說啊，小動物和人一樣，每一隻都有它的性格，區別很大的。把大公雞關起來，我也放心了，主要就是擔心它中暑了。走了，我也該回家了。
3號的孩子是真吵啊！本來朋友要了，結果是一只母鴨子，別人也招架不住，現在沒人要了。剛才我試圖把它給抓住，然後關起來，沒抓到，和野的一樣。它也不和另外幾只科爾鴨一起玩，反正就是一天叫到晚。有的時候半夜2、3點，它還在外面叫了。正好小鴿子在我旁邊轉圈圈，就派遣你過去把它給抓起来。別光咬我啊！飛到池塘裡面嚇一下它，它就上來了。這也不靠譜啊！趕緊給我過來啊！別鑽狗窩！哎，這小子又鑽到狗窩去了。2天沒有清理狗窩，這裡面好像又有材料了，不過沒那麼多了。最近他找不到對象，盼頭越來越低了。就從這裡精，哎，我還說精準投放呢，這鴨子已經跑了。好了，你也沒啥用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鴨子已經上來了，你們看一下我最近抓多少鴿子，都是自家鴿子繁殖的，還有好幾隻沒抓到的。而且前不久有一個朋友又送了2隻鴿子過來了，他說他不養了。左邊這隻還挺漂亮的，目前不敢放，等過一段時間穩定了放出來讓他們自由配對。好了，鴨子已經被我抓到了，而且你們看一下3號的孩子有多醜啊，嗓門又大，看你們以後還要不要3號的蛋。3號的孩子我發現清一色全是母的，剛把3號的孩子給抓住，他就飛過來了。3號現在也很醜，重點是他們一家都很醜，醜到一起去的。你們看一下他們有沒有什麼區別？翅膀這個位置他們是比較像的，但是有一點區別，3號是公的，很安靜，而且下一次換羽毛就会很漂亮。它1年要換2個顏色，這一個顏色是最醜的。但是母鴨子就不一樣，它會一直醜下去，就這一個顏色不會變的。就目前來說，它們長得還挺像的，所以說我猜你們以後再也不會要3號的蛋了，招架不住啊！把這個家伙收編了，關起來，太吵了。養科爾鴨如果怕吵的話，要麼就養一只公的，要麼就養1公1母，不然的話那個嗓門啊，一般人招架不住，別人還要投訴你。不過在我們農村沒什麼影響，地方大。這貨為啥你要換這個顏色的羽毛呢？真的是不好看啊，除了耐髒沒什麼優點。命運有的時候可能就那麼一瞬間它就改變了。家裡買了100個鵪鶉蛋，本來是要煮着吃的。今天我看到雞鵝的時候，突然想到了我以前養的鵪鶉，也很親人。有一次忘記關籠門呢，一只掉到池塘裡面淹死，還有一只不知所蹤。正好家裡買的有鵪鶉蛋，所以說孵化幾只玩一下。其實家裡最近還買了很多雞蛋，但是就是沒有興趣孵化。隨機挑選了7顆蛋，我要孵化葫蘆娃7兄弟，也不知道这個蛋的受精率怎麼樣，反正孵化着先看咯。一般17天左右出殼，有4顆蛋受精，這已經是第17天了，基本上都在出殼了，比我預想的還要好。這一顆蛋被我剝了一下，影響不大。這種鵪鶉的話一般不用去剝，只要是溫度濕度達標的話，它們基本上都會自己出殼。這一顆也在自己啄殼，還有一個太黑了看不到，不知道什麼情況。這個乾脆我手動給它輔助一下算了，反正馬上也要出殼了，剩下的就交給他們自己嘍。又是新的一天，我的葫蘆娃7兄弟這3隻順利出殼了，蛋殼全部捏碎，然後給狗皮膏药吃。被我輔助的那一隻昨天就出殼了，另外一隻昨天晚上出殼的，今天早上又出殼了一隻，還有1顆蛋到現在沒動靜，我也懶得看了。有沒有覺得它們特別小，我都不敢放地上，估計一跑就沒了。剛剛放到地上試了一下，太活躍了，特別是這一隻穿深色背帶褲的。安全起見，找一個小鳥吃食物的盒子給它們放着，然後我要試一下它們的躺手能力。剛有一只一躺到手上就直了，真的就這一只穿背带褲的非常与众不同啊，给它往手上一放它就这個樣子了。換一只試一下，一點都不好使。最小的這一只我也試一下，這家伙也不願意這麼躺着啊，怎麼穿背帶褲的就這麼與眾不同呢？而且讓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来，我們再來玩一下。你們看
它動作一氣呵成，還挺好看的。真有這麼神奇嗎？再試一下，就是這麼神奇。就這性格，以後必須要重點培養。來来來，見一下布丁，以後你們都是好朋友了。放在狗布丁的身上，你別拿屁股坐它啊，這一下就扁了。哎，這家伙你幹的啥事兒啊？算了，你還是躺在我手上吧，安全又有保障。我們家布丁最大的優點就是不會欺負任何一個小動物，換成其他的狗子，可能就會一口一個。走了走了，趕緊住保溫箱。突然飛到我手上，這是哪一只哦？两只長得都差不多，我現在都分不清了。站了一下就飛走了，都胖成這個樣子了，整個樹葉逗它一下，別以後胖得飛不動了哦。你們猜一下，它會不會把樹葉給吃掉？現在它只吃肉，別的什麼都不吃。丟了。面包虫吃不吃？哎，這小子叫聲還挺好聽的，今天肯定不餓，都不扇翅膀，吃的也沒啥興趣。剛剛在這裡飛了2圈，又帶了一只回來了，一只成年的。這個電線的壓力有點大呀，鳥都站滿了。回來了，把它給抓起來。這家伙現在是真胖啊，毛色又特別好，就差血脈覺醒，就可以給它拿到山上去放生了，免得在家門口禍害其他的鳥。基本上各方面都具備野化的能力了。話說你一直鬼鬼祟祟的咬我的腳幹啥呀？這是血脈沒覺醒，覺醒之後你都不是對手，你還咬我，看我把它丟到池塘裡面去。嘿嘿，騙你們的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然後給這個家伙搞2條面包蟲，吃飽了早點出去鍛鍊。現在對我的警惕性還挺高的，每次拿完吃的趕緊就飛了，好像我要搶它的一樣。手上還有最後半條，是不是拿着蟲子退得老遠了？這2只我現在都分不清誰是誰，它每次都一只一只的回来。明天我要讓他們抓起來，看一下到底有啥區別。然後你們知道我剛剛看到誰回来了嗎？失蹤了很久的八哥。我當時還說頂多半個月他就會帶着他的孩子回來，沒想到一晃都快2個月了，我一眼都認出他了。他的鳳冠還是歪的，而且越來越少了。剛才偷小鸡饲料，现在他对我的警惕性越來越高嘍。這就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跟着野生的混，對人類的感情越來越淡薄了，也是好事兒。都跑了，都跑了，趁着涼快，帶狗子出去溜達一圈。走，狗子，我們出去玩。